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反常的事？过去几年，全球最顶级的科技公司没有继续扎堆硅谷，也没有集体转向欧洲，而是相继把关键科技节点放在了新加坡。注意，我说的不是开个办公室，而是云区域、数据中心、AI 研发、国际业务中枢。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2010年，那一年 Amazon Web Services 上线了亚太第一个云区域新加坡区。当时很多人没意识到这一步意味着什么，但现在回头看很清楚了。新加坡第一次被接入了全球云计算的主干网络。接下来是2013年 ，Google 在新加坡启用数据中心。到了2016年 ，Google 更进一步把新加坡明确为亚太总部所在地。你注意一个变化，新加坡开始从区域市场升级为算力、数据、合规并重的技术节点。然后是2018年 ，Meta 宣布在新加坡建设亚洲第一座自建数据中心，投资超过14亿新币。你可以想一想，数据中心是什么？是最重资产、最难迁移、最长期的投入。时间来到2021年以后，Oracle 在新加坡上线第一座云区域，2023年宣布建设第二座，2024年正式投入使用。而在2025年，Microsoft 宣布在新加坡设立 Microsoft Research Asia 新加坡实验室。注意，这不是外包研发，而是微软全球研究体系的一部分。同一时间，中国公司也在变化。2023年之后，Alibaba Cloud 把新加坡升级为国际客户交附加跨区域云与 AI 服务的关键节点。2024年 ，ByteDance 把更多国际业务协调、区域管理、技术与合规团队放在新加坡。再到2024到2025年，像 Manis 这样的 AI 创业公司，干脆从一开始就把全球总部放在新加坡。你把这10多年的动作连起来看，就会发现这不是跟风，而是全球科技公司都做了相同的选择。很多人看到这里会给出一个很轻松的解释：低税、成本低、身份方便。但说实话，这个解释太轻了。你想一想，云区域、数据中心、AI 研究实验室，一放就是5年、10年。如果只是为了省钱，没有公司会这样下重注。真正的原因是新加坡科技生态无与伦比的吸引力，共5个方面，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。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吸引力，新加坡不是支持 AI，而是把 AI 明确写进了国家战略。新加坡政府已经宣布，2030年之前投入超过10亿新币，专门用于公共 AI 研究。而且这10亿不是随便花，而是明确分成3件事：AI 研究突破、AI 人才培养、AI 产业落地。换句话说，新加坡不是在问 AI 会不会成功，而是在说，不管谁赢，我们要站在最前排。对科技公司来说，这个信号极其重要，因为你最怕的不是竞争，而是3年后政策突然转向。10亿新币不是一个数字，而是一种用政府力量正面压住未来科技的态度。第二个吸引力，新加坡正在成为全球科技生态的连接节点。2025年的 Super AI 超级 AI 大会是在新加坡举行。这一届大会来了什么人？来自100个国家的公司和团队，7000多名参与者，150多位技术演讲嘉宾。而且官方已经明确，2026年规模将扩大到1万人以上。你先别把它当成技术会议，你要问一个更现实的问题：为什么这么多全球科技公司不在硅谷，不在欧洲，而是选择来新加坡？因为新加坡已经不只是会议场地，而是在变成一个全球科技生态的连接节点。Super AI 的扩张本身就在向世界宣布，未来的科技聚基地，新加坡正在成为其中之一。如果只是开会，那不够。真正有分量的是，这些公司会不会留下来？答案是会，而且越来越多。你会看到 Google、Microsoft、Alibaba Cloud 都已经在新加坡设立了研发中心或 AI 创新中心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阿里巴巴的千问大模型已经和新加坡国家级 AI 机构展开合作。这背后说明一件事：新加坡不是只给舞台，而是能把政府、科研机构、企业能力真正连成一条可运转的链条。
这是新加坡科技生态的第3个吸引力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 ？AWS、Google、Meta、Oracle 几乎都把云区域或数据中心放在新加坡。这说明什么？新加坡是少数几个能同时满足算力部署、数据合规、跨国低延迟这3件事的地方。这不是口号，这是工程层面的选择。这是第4个吸引力。最后一个吸引力决定的是公司敢不敢下重注，普通人敢不敢长期留下来。新加坡最大的优势不是补贴，而是规则稳定，变化可预期。对公司来说，敢做10年规划；对普通人来说，工作机会更稳定，职业路径更清晰。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总结，新加坡科技生态真正吸引全球公司的，不是短期红利，而是用国家战略、政策工具和开放生态，为未来10年搭建了一套确定性结构。这才是 Google、AWS、Meta、阿里、字节、Manis 在不同时间、不同背景下走到同一个地方的根本原因。我很好奇你的看法，你觉得新加坡更像是全球科技的跳板、中枢节点，还是长期基地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判断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帮你把问题讲清楚了，记得点赞、分享给身边关注科技趋势的朋友，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。后面我会继续拆解全球科技正在往哪里走，普通人该如何判断自己的位置。我们下期见。